这些扎古严格来说都不是扎古，你认错过吗？其实对于大多数高达路人粉来说啊，有的甚至于粉丝都算不上啊，只是喜欢买高达模型而已。独眼肌就是扎古的说法，算得上是相当简单易懂的概念了。但事实上啊，独眼与独眼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咱们先来看看几台机体啊，大家觉得是扎古的扣1，不是扎古的扣2。现在开始啊，请问它是扎古吗？5、4、3、2、1，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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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它是扎古吗？5、4、3、2、1。好了，大家玩够了以后啊，下面该进入老 P 的口胡时间了。要认定一台机体是不是扎古，首先要定一下扎古到底是什么。咱们可以以人类家族为例子啊，如果把扎古看作一个大家族，那么广义上来说啊，只要与老一辈扎古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且被纳入扎古家族的，就是扎古。就好像扎古会有自己的兄弟姐妹，会有自己的嫡系子孙，也会接纳兄弟姐妹的子孙们。而狭义上来说呢，扎古指的就是血脉最纯正的那老哥几个。就是说，如果把研发扎古的吉翁尼克公司看作是母亲，把出资人吉翁看作是父亲，那么只有由他俩生出来的，并且取名为扎古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扎古。1年战争以后，吉翁尼克公司被阿纳海姆收购了，相当于说吉翁尼克公司改嫁了，而生出来的孩子呢，只能说是与扎古有血缘关系，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扎古了。而吉翁的后代，吉翁残党啊、新吉翁啊、新吉翁残党啊，他们本身只是传承了吉翁的一部分血缘，但并不是吉翁本人，因此他们生产出来的扎古也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扎古了。简单来说扎古必须是原来那个爹和妈生的，且名字必须是扎古的，你得明白。像是动画中常见的扎古1、扎古2，就是根正苗红的扎古。把他俩视作老爷爷的话，那狙击型扎古1、高机动扎古2、扎古2改这些机体，就相当于把这俩老爷子拿去改造，但本质还是这老哥俩。所以他们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来说，都是纯种的扎古。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定义比较模糊的机体。首先是老虎，老虎的爹是吉翁，娘是吉翁尼克公司，自己又相当于是陆战特化的扎古。其实论血缘它是跟扎古相当接近的存在。看系列主编号的话，扎古1是 MS05， 扎古2是 MS06， 而老虎呢则是 MS07。可怎奈它名字就是老虎，官方还找蓝巴嘴替表示那么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就肯定不是扎古。然后是大魔，作为与扎古、老虎同一辈的老牌独眼机，大魔也经常被人误认为是扎古的改良型机体。但实际上大魔虽然爹还是吉翁，但他娘是兹马德公司，所以与扎古其实是相去甚远。接下来是伊芙利特，这款机子相对小众了一些，可是它的外观呢又有点像扎古和大魔的缝合体，因此也经常被误认为是扎古。而且它的系列主编号是 MS08， 也会让人误以为它是吉翁尼克公司的，而实际上呢，它是兹马德公司参考扎古2来制作的。所以虽然有点像，但是完全不能画上等号。这可有意思了高扎古，他的设计原型就是扎古，只不过呢，他爹是联邦，他妈是改嫁给阿纳海姆的吉翁尼克，所以虽然他跟扎古非常相似，甚至名字里边也有扎古2字，但他本身呢已经是融入了吉姆的血液，里边已经是联邦的形状了，在扎古宗族里边可能都称不上嫡系，可是呢他又确实传承了扎古的血脉，所以这个事儿就要看你怎么理解了。他的后续机马拉塞则是血缘更偏的扎古后代了。然后是重头戏了扎古3，你看扎古1、扎古2都是正儿八经的扎古，那扎古3无论是从造型还是命名都是非常正宗的扎古了吧？可实际上呢，他爹是新吉翁，他娘是阿克西斯，虽然外表与扎古2有几分神似，但毕竟爹妈都不同，年代又相差甚远，技术规格已经是完全两码事了。之所以叫扎古3，只是为了传承扎古这一名号，给
给新吉翁军一点 buff 加成。但是你说他跟扎古没关系吧，也不完全对。就这么举例子吧，如果说扎古2是刘邦，扎古3就是刘备，有血缘关系，又是四川发家，而刘备则是希望借助与刘邦的相似之处蹭一个口碑，大概是这么个感觉。那么扎古3的后代儿子吉拉多加和孙子吉拉祖鲁，就相当于是刘禅跟刘邦攀亲戚，有血缘关系，但连宗族可能都算不上了，他们更是跟吉拉没关系啊。说起来啊，还有个有意思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虽然扎古3是辛吉翁和阿克西斯的作品，但吉拉多加和吉拉祖鲁都是阿纳海姆协助开发的，而阿纳海姆呢又是吸收过吉翁尼克公司的，也就是说啊，从血缘上来看，吉拉多加和吉拉祖鲁其实比扎古3更接近扎古2，相当于是刘备娶了汉灵帝刘宏的女儿生出来的孩子。哎妈，太乱了啊，不理了啊。剩下的像山楂饼啊、红绿鹦鹉啊、卡比尼啊这些独眼啊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是扎古。最后这个呀就更是重量级了啊，扎古勇士。拜高达 C 的扩圈的福，不少人呀只看过 C 的00啥的，基本上不太接触 UC， 可又对扎古这一名字早有耳闻。这来一个扎古勇士，里边有扎古俩字，外形又非常神似，就很容易被误认为这就是扎古。但实际上呢，这俩是完完全全两码事啊。他已经不是刘邦和刘备的关系了，他相当于是刘邦和刘罗锅的关系了啊。包括 C 的里边出现的烈焰老虎和大魔骑兵，也是与 UC 的老虎和大魔只是形似，借了点名字，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请大家一定要分清啊，最好以后直接叫全名扎古勇士，这样就便于交流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这些机体居然是高达，可千万别被他们人畜无害的外表所迷惑。上一期我们讲了一些看似是高达，但实际上不是高达的机体，很多人表示啊想反过来聊聊，那聊聊就聊聊。其实这类机体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数还只是换了个头，比如大名鼎鼎的扎古 Zeta 和吉姆头陆战。这两位啊都突出一个被迫营业，由于高达头部的科技含量啊相当高，集成了最顶级的摄像头、雷达、通信等设备，一旦毁坏，如果没有配套的替换件，让整备班大爷手搓啊也不是搓不出来，就是如果时间太紧的话，那就真不如直接拿一个低配的平替头装上了。虽然这些量产机的头部设备比较低端，但由于高达宇宙有着超强的技术兼容性，因此简单适配还是不成问题的，顶多呀就是视野效果啥的差了一点，忍一忍凑合用吧，总比在格纳库里边被打炸了强。EZ8比起刚才那缝缝补补又一年的两位 ，EZ8 呀就是个唱反调的。在西罗把自己的陆战霍霍大破以后，你说修吧，跟重新组装一台新的也差不多了；不修吧，也没别的像样的机体给男主用了，不如直接大干一场。修理的时候啊，再顺便把它升级，提高了耐弹性的同时还减了重，就是标志性的天线没了，小红嘴巴还被捂住了不少，导致很多人啊以为这是啥高端吉姆呢。还好高达标志性的雪铁龙得到了保留，这才给 EZ8 挽回了一些高达的颜面。蓝色命运1号机又是陆战高达系列啊，原本是根据陆战吉姆开发的，可是呢，由于陆战吉姆扛不住 EXAM 系统，所以换上了陆战高达的身体。可是吉姆头里的数据又不好转移，因此干脆直接把吉姆头装陆战高达身上了。虽然部件的组成方式与卡莲的吉姆头陆战相同，但总感觉啊有哪不太一样。利克迪亚斯这东西啊，四肢粗大，配色简单，最关键的是还配了一个独眼，怎么看怎么不像是高达吧？然而呢，这台机体在开发之时是被开发人员命名为伽马高达，无论是用料还是技术力，都是当时顶尖的存在。称之为高达真的是毫不为过，而且与想要开发德尔塔高达却因技术力而半途而废的百事不同，利克迪亚斯啊就是开发人员心中想要的伽马高达。至于这伽马高达为啥是独眼，当然是因为开发团队就是由吉翁公国的原技术人员组成的，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NTR 呢？而且这个外观也多多少少可以欺骗下愚蠢的联邦高官，甚至连编号也由原本的 MSA 099改成了 RMS 099来上报，突出一个剧中剧外的人都要骗。而利克迪亚斯这个名字剧中也有提到是夏亚，对不起啊，是科瓦特洛上尉起的，原型是发现好望角的葡萄牙人巴索罗缪·迪亚斯的姓氏，红色角马。如果说利克迪亚斯是想要做成一台高达，结果被吉翁技术人员做成了大魔的形状，那红色角马就是已经做成了高达的形状，却为了出口到吉翁残党而改造成了吉翁最喜欢的形状。其实机体原型就是 GP04， 也是正儿八经的高达。最后这个角马的外观啊，可以说是充满了联邦、阿纳海姆与吉翁残党的勾心斗角。
西蒙利、古新。咱们还是照常说一个非 UC 的例子啊，西蒙利和古新这俩机子，说实话，你就说他们不属于高达系列动画都有人信，但是人家内购就是高达骨架，所以别管外观如何变化，它心依旧是高达心。多蒙卡修，东方不败，与上一期提到的刹那刚好相反。这老爷俩虽然从未说过自己是高达，可他们比高达还高达。纵观整个高达宇宙，敢挑衅他俩的高达那真是寥寥无几。人形高达可不是白叫的。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这些高达居然都不是高达。今天的这个视频啊，非常适合发给你们的女朋友看看。相信屏幕前诸位高达粉丝的女朋友已经过了管高达叫变形金刚，或者管扎古叫高达的幼年期了，可以让他们看看青年期的高达知识了。这样以后就不会出现你过生日他想给你买高达，结果买了个吉姆回来的情况了。哎，好像吉姆也不错啊。咱们还是先定一下什么是高达吧。我觉得最简单易懂的方式就是看包装盒上有没有写 Gundam 这几个字，有就肯定是高达。当然有些机体虽然是高达，但由于加了一些装备或者是命名方式比较特别，不会在包装盒上写明是高达，这个就需要自己来判断了。接下来说几个相对比较常见，长得有点像高达但其实并不是高达的机体。林格斯改，作为大名鼎鼎的高达剧场版逆袭的夏亚中阿姆罗初期所驾驶的机体，犀利的双眼，经典的配色，高达尼姆合金的材质，就算是高达粉丝圈也有一部分人会误以为它是高达，然而实际上它只是 Zeta 高达的阉割版。作为一台比 Zeta 高达开发晚却还只能一次性变形的机体，虽然称不上是量产机，但也配不上高达的名号了。而它的改进版本林格斯改则拥有了更加像高达的头部，由于是专门为阿姆罗而改造的机体，盾牌上也印有阿姆罗的标志，但别管外形如何，它终归是林格斯，不是高达。银弹儿，这个好像不能乱加热音啊，银弹。这台机子可以说是相当有名了啊，它的祖宗是大名鼎鼎的 MK5， 那是正儿八经的通天文老高达了。有一台 MK5 被运到了阿克西斯，在加入了精神感应框架以后，就改造成了彪狼了。从这一刻起，它就从里到外都不干净了，不能称之为高达了。而银弹呢，又是由彪狼改造而来的，外观又加入了高达特征，我愿称之为返祖现象啊。只可惜从血缘关系上来说，它已经是不配埋入高达家族的祖坟了。奎曼莎，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如果不看躯体，光看头的话，对于不懂高达的人来说还确实有几分像高达。可是呢，你拿给看过几部高达但阅历又不算丰富的人来看，他肯定脱口而出，哎呀妈呀，这不刹帝利吗？而如果你再把刹帝利的图拿给没怎么看过高达的人来看，他肯定又脱口而出，哎呀妈呀，这不扎古吗？高达粉丝的食物链就是这么来的。强袭吉姆特装型，吉姆的底子，吉姆的名字，加入高达的科技，高达的脑袋，就造就出了这台一点都不吉姆的吉姆。不但长得不像，还失去了吉姆系便宜耐用的优良传统，造价昂贵不说，还不能被称之为高达。你就说这机设有多奇葩吧。百事 Delta Plus， 百事到底是不是高达？这个争议一直挺大的，主要还是对高达的定义模糊。许多人觉得高达系以及旁支机体都是高达。百事其实是开发德尔塔高达时，由于技术力问题，砍去了变形结构后的妥协产物。也就是说，本来是想造一台高达的，可是最后没造出来，弄了个半成品。你说它算不算高达呢？反正设定集里边是从未提到过它是高达的。德尔塔 Plus 则是百事系列的后续。那么如果说父辈都不是高达了，那子辈自然也无法称之为高达了。虽然它确实有点像，连独角兽剧中的12妹都给认错了。Zeta Plus， 说到 Delta Plus， 就不得不提一嘴 Zeta Plus 了。对于稍微懂一点高达的人来说肯定是认识 Zeta 高达的。而与 Zeta 高达如出一辙的 Zeta Plus， 也是经常会被误认为是高达的常客了。其实高达这个名词向来都是给当时代最顶尖的机体冠名的。Zeta Plus 作为 Zeta 的量产机，就已经失去了成为高达的资格了。说起来高达作品里边能小规模量产还能叫高达的，也就只有陆战高达了吧。M1 一端村宇。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SEED 系的。作为系列卖胶扛把子之一，异端高达算是未动画化的高达机体中卖的特别好的。而与它长得非常像的 M1 一端与村宇却并不是高达，原理与 Zeta Plus 一样，量产机是不配叫高达的。小鸡霸，作为超级机器人大战中高达系的衍生机体，小鸡霸从机设上来说，那是正宗的提坦斯系高达。而随着激战 OG 系列的推出，小鸡霸也成为眼镜厂和戴哥之间的裂痕。
版权问题啊，那是一直没得到解决，相当于是正黄旗的高达在紫禁城里边落不了户，懂了吧？刹那，这个角色一直嘴里嘟囔着自己是高达，到最后啊，甚至还换上了金属的身躯，但他依然无法被称之为高达，请集美们一定要小心啊，别被他的口头禅给骗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嘿呦，这效果真不错啊 ！RG、MG、HIRM 哪个神高达更合你意呢？不知大家是否记得啊 ？RG 神高达刚发售那会儿 ，RG 模型是有多抢手？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这么个情况。那会儿230的 RG 海牛被炒到360起步 ，RG 的牛和 RG 的沙也是基本都奔着300去了。连在国内相对小众的 RG 勇者王，那预定链接一开啊，都是秒没。RG 神高达啊，也是一现货就直接奔250了。想想当年的疯狂的胶圈啊，再看看现在普遍跌下来的价格，不知有多少黄牛啊眼睛里边跟那流哈喇子呢。而不知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另一个产品线，也就是 HIRM。反正我当时看到 RG 神高达的消息啊，第一反应就是想要不要收个 HIRM 神高达，也好做个对比的评测。结果当时的价格就已经到了600多了。我心想那家伙的，当初开仓的时候580的 HIRM 神我都没买，谁傻了吧唧的买这600多的呀？结果没想到 RG 神高达一现货，你猜怎么着 ？HIRM 神高达700多了，你搞我心态是不是？当然了 ，HIRM 神高达的涨价是有很多因素在里边的，比如很久没有再版呀，虽然我也没关注过它最近一次再版是啥时候吧，或者比如 RG 神高达一出，神高达的关注度上升啊什么的。但我感觉啊，除了这些原因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 RG 神高达真的有点拉。我的 RG 神高达当初啊就是180预定的，我也是第一时间拿到货做的评测。当时我说这玩意儿啊就是个平庸之作，缺点呢还有很多，顺便还嘲讽了一下这么一个偏小型机车的 RG 产品，炒到250简直是离谱。当时呢就有一帮人在弹幕里边各种抬杠，好吧，我承认我这人评测模型呢就是主观意向多一些，我也从未标榜自己是什么客观的专业的评测，相信我的老粉丝们呢都很清楚这一点。我做视频的初衷啊就是把一个普通玩家最直接的心理感受直接的告诉给大家，也很少出现什么高情商语句，更何况神高达呢是我当年购买的第一款 MG 模型，对它我是有特别深的情愫在里边了。RG 神做成这样，我心里呢也是很难受，所以就喷得更狠了。好，旧账翻完，咱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主题 HIRM 神高达。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P， 新的一期奶带工厂说开始就开始。先来看看外观，事先声明啊，这台 HIRM 神高达我是喷了消光的，原本的外甲呢是那种有特别的光泽感的，而且这款模型是不带水贴的，只给了胶贴，水贴需要自己购买。外观方面，当初我是有点看不惯的，就算到了现在，我也依然认为单论外观 ，RG 和 HIRM 都是各有千秋的。HIRM 突出的是肌肉感，看起来更扎实，而 RG 神高达呢，我觉得就是标准的当今主流审美了，小脸蛋、小细腰、大长腿。至于 MG 嘛，咱就说2个字还原吧。不知大家更喜欢哪款模型的外观设计呢？好，说完了外观，咱们再来谈谈模型的上手感。总体来说啊 ，HIRM 真的是要比 RG 舒服太多了，尤其是 RG 那松松垮垮的手感啊，真的是不敢恭维。但 HIRM 神高达虽然看起来扎实啊，实际拿到手里边却也不是很坠手。究其原因啊，就是含铁量真的是太少了。现在 HIRM 基本上已经是向老 MG 看齐了，那就是带2颗螺丝就算超合金了。不过让人惊喜的呢是 HIRM 神高达的鞋底和 MG 神高达是一样，保留了橡胶防滑垫，这一点呢还是好评的。接下来咱们来看看头部的外观，左侧是 RG 的，中间是 MG 的，右侧是 HIRM 的。可以看到外观区别呢还是非常大的， RG 有点像是 MG 减肥以后的样子，而 HIRM 呢就有点像标准的高达头部了，少了些特色。而且啊 HIRM 神高达的头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组合度有点问题，缝隙很大，水口什么的我也检查好几遍了，甚至进行了消装处理，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啊。而且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一嘴 HIRM 的骨架了，这块灰白色的外甲是骨架上面自带的，这个高低差，万代你是认真的吗？这玩意儿应该没有再版那么多次吧，这是要向大班看齐啦。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可动、低头、抬头、歪头角度 ，RG 呢会更强一些，但是 RG 脖子大穿帮呢也是无法忽视的现实。身体前屈则是 HIRM 明显要好很多，而且呢 HIRM 的胸甲为了照顾前屈，还设计了避让结构，后仰的话哥仨差不多吧。腰部侧摆呢则是 RG 稍微要好一些，
另外啊，哥仨都有设计肩部引出关节，不过呢 HRM 在引出关节这里啊还设计了联动的效果，手感非常丝滑，满分啊。而哥仨之所以都设计肩膀引出关节，就是因为啊都要还原抱胸的经典动作。这里哪个好看呢？咱们先不说 ，RG 这个断臂的肩关节设计啊，那是真的蛋疼啊！而且为了还原抱胸 ，RG 神高达的胸部啊是肉眼可见的瘪。相对来说呢 ，MG 虽然可动一般，但人家设计了胸部的按压机关，这一下就高下立判了。至于 HRM 的抱胸呢，那就是可动设计的硬实力了。RG 和 HRM 神高达肩部都设计了展开结构，这个效果嘛，大家自己看吧。头部两侧机炮的展开结构方面 ，MG 和 HRM 都是直接打开，而 RG 呢是有点滑轨展开的感觉。而红心之王的标志 ，RG 和 MG 是一样的，都是只有2种颜色。相对来说呢 ，MG 的立体感要更强一些 ，HRM 呢则是给了一个彩色的标志。手臂平台 ，RG 要更好一些。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呀，胳膊是断的呀。曲肘的话呢，反而是 HRM 的角度最差，这就是肌肉多的人的烦恼吧。小臂护甲方面，除了 MG 以外，另外2个呢都是每根手指头都有独立的可动的。前裙甲方面 ，MG 设计了旋转裙甲 ，HRM 呢设计了可动鸡甲，而 RG 呢则是固定的，前提是 RG 身高达更好一些。屈膝的话，三者基本呢都是折叠的状态。RG 屈膝这里呢，大腿甲内侧还有一个小小的避让结构，还是挺不错的。而 MG 呢，则是大腿内部有液压杆联动结构，侧踢除了 MG 以外呢，都是劈叉级别的，接地表现则是 RG 更好。前脚尖方面 ，HIRM 的可动角度要比 RG 更大一些，后踢呢是 RG 更好一些。这里不得不说一下 HIRM， 一个后裙甲都不够，你还非给他后屁股那整一个后屁股板干嘛？屁股的防护就那么重要吗？搞得后踢都踢不了了。小腿喷口盖板三者都有设计 ，RG 的喷口是黄色的 ，MG 需要自己补色，而 HIRM 呢是预涂装的金色。小飞机方面 ，RG 和 HIRM 都是无人机 ，MG 呢是有个小冰人。机翼可动方面 ，RG 的角度会更多一些，而 HIRM 的机翼上面呢有一个大洞，这个就很离谱了啊！就是为了方便安装背部的这个光环，所以这个洞就一直开着。HG 级别的设计，这个有点差评了啊。不过 HIRM 的光环本身呢还是挺漂亮的，尤其是上面这些亮片，肉眼看效果更好。相信大多数玩家平时展示呢也会把这个光环给带上吧，那个大洞啊也就相对好接受一些了。RG 的光环呢则是使用了3层结构，颜色也没有 HIRM 那般丰富多彩，不知大家更喜欢哪个光环呢？最后啊，简单过一下配件 ，MG 和 HIRM 都是准备了半透明的神之手特效件，而 RG 呢则是佛祖金的。手型方面 ，HIRM 用的是替换4指的方式，开掌、手刀、握持都有给到，配合手腕关节大幅度的可动，也可以轻松摆出流派东方不败的姿势。RG 呢也是有差不多的思路，只不过啊，它是整只手进行替换，而 MG 呢则是准备了固定的手刀手。顺带一提啊 ，MG 造型手全都是橡胶材质的。光束军刀特效件方面 ，RG 和 HIRM 都是刀型的，且颜色一致。相对来说啊 ，HIRM 的光束细节呢会更多一些，透明件呢也更通透。MG 的光束军刀特效件呢就没啥好说的了，但人家 MG 还给了一个超大的多蒙冰人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好，以上就是3款模型的简单横评了。总的来说呢 ，MG 由于年代久远，所以各方面啊都会稍微差一些，而胸口的按压结构以及液压杆细节什么的，加上其超便宜的价格，还是能吸引一部分人购买的。RG 虽然可动更出众，造型也更符合大众审美，但为了照顾可动，一些关节设计呢非常反人类，而且把玩手感啊真的是很差，掉件也是难以避免的。更重要的是，人家都是1:100的，它是1:144的，可以说赛道啊就不一样了。至于 HIRM 呢，我觉得至今它仍然是综合素质更好的一款拼装神高达，几个联动结构设计呢也是很有意思，只不过如今价格啊涨了不少，如果再版价格下来了，还是比较推荐入手的。